记得要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跟 IG， 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哦。今天来到的是法国巴黎的下集，会介绍蒙马特区的景点，还会有超知名的罗浮宫、凡尔赛宫，超丰富的内容，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首先，我们来到蒙马特区，顺着这条路往上走，就会到这个最知名的景点圣心堂。左右两侧都有一些店家，像是超市啊、餐厅，还有卖糖果、饼干的店家，更有意式冰淇淋的咖啡店。前面我们就会看到圣心堂了。圣心堂它是巴黎公社事件后，在19世纪建造的。是兼具罗马跟拜占庭主义风格的建筑，跟当时的教堂都长得不太一样。外墙主要是用石灰华岩建造的，因为石材的特性，可以一直维持白色的外观，不怕被污染。往上爬到教堂外墙的地方，会有水池跟一些雕刻。圣心堂它是在埃菲尔铁塔之后，巴黎第2个高的建筑。教堂对面视野就非常好。接下来来到教堂这边，正面有2座青铜雕像，左边的这个是路易9世，右手边是圣女贞德。里面是可以免费进去参观的，有彩绘玻璃跟全世界最大的马赛克壁画，供奉的是耶稣的圣心。另外，如果你想要登顶欣赏风景的话，就另外付费6欧元，但需要爬很多旋转楼梯上去。参观完圣心堂之后，我们从后面的另外一条路下山。这边是小丘广场，有店家跟市集卖了一些纪念品。这边也有很多餐厅，还有画家在现场帮人作画，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氛围、很放松休闲的地方。转进旁边的这个一条巷子有星巴克，还有其他的餐厅跟可丽饼饮料。右手边的店有一些手工艺品，前面还有卖帽子啊、包包等等的配件店家。右手边是 Apsis 广场，这边除了有地铁之外，有一个很著名的浪漫小景点爱墙。它这个是由音乐家巴隆在一面蓝色的瓷砖墙上写上了300种不同语言跟字体的我爱你，不管哪个国家的游客都可以在这边找到熟悉的文字。这间普罗可布咖啡馆据说是巴黎最古老的餐厅，有300多年的历史，以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也是孕育法国大革命的温床。像是文学家伏尔泰就很喜欢来这间咖啡厅。现在里面卖的是很道地的法国菜，内部装潢也很典雅华丽，有很多的收藏品跟复古家具。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圣尼古拉斯大教堂，它是一座天主教堂，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里面因为有很多文艺复兴风格的雕塑装饰，还有大量的绘画作品而闻名。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罗浮宫，它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多人参观的艺术博物馆。原本是用来防御用的堡垒，后来改建成法国国王住的宫殿建筑群，如今才成为了这个艺术文物博物馆，所以连建筑本身都很值得细细品味。罗浮宫超级大，如果你想要逛完的话，可能1天不太够，所以这次主要是去几个比较知名的展区看看。前面的玻璃金字塔就是罗浮宫跟巴黎很具象征性的地标。接下来就准备进去参观。罗浮宫主要分成3个展区，分别是黎塞留庭院、苏丽庭院跟德农庭院。所有不同的展区主题馆藏非常丰富，因为参观的人超级多，所以也要建议大家先买好优先通关的门票，可以省下很多时间。从地下入口进来，这边有一些座位可以休息，还有纪念品跟礼品店。前面是倒金字塔，中央是中空的，经过太阳折射，会有不同颜色的光谱照映在金字塔上面。晚上的时候则是会打光，都非常美丽。
旁边的礼品店卖了很多饰品。往前走有售票处，前面的玻璃天花板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玻璃金字塔，这个也是从1楼进入博物馆的入口。接下来就要进入博物馆参观啦。首先来到的这个是舒立庭院展区，在通道的旁边跟天花板都可以看到一些雕塑。舒立展厅主要有展出几个古埃及文物、近东文物、古希腊、伊特鲁里亚、古罗马文物跟雕塑。这个凡尔赛的戴安娜，她是月亮的守护神，也是狩猎女神。阿芙罗黛蒂是希腊神话中代表爱情、美丽的女神。这个雕像叫做年老的半人马被俄罗斯捉弄，是17世纪意大利出土的文物。沉睡的海尔马福底特这件也是很知名的作品，居然可以把坚硬的大理石雕刻成看起来很柔软又好睡的床。这个壁炉是法庭，也就是国王主持公道的地方。接下来是罗浮宫镇馆三宝之一米洛的维纳斯，这个是在希腊的米洛岛发现的雕像，有着很完美匀称的8头身比例跟细致的布料雕刻手法，推测这个是在西元前1世纪创作的作品。在天花板也都有非常富丽堂皇的装饰，金光闪闪的，还有精致的壁画。接着来到的是德农庭院，这边主要展示的是古希腊、伊特鲁里亚跟古罗法的雕塑，还有17到19世纪的法国油画跟意大利、西班牙的油画。这个是镇馆三宝之2，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她是在爱琴海北部的萨莫色雷斯发现的，被找到的时候是碎成很多石块的状况。经过还原，虽然还是有很多缺少的部分，但身上布料啊跟身体曲线的雕塑技巧是非常好的，让这个静止的石雕有逆风飞行的动作感。除了地面上的作品，也记得要抬头看看，天花板也是充满了细节。其他有一些油画作品跟雕塑，跟体积比较小的壁画。画廊这边展出的画作也都非常丰富，充满了各种创作内容跟风格。细细看的话，真的会花上一整天。这幅画是岩间圣母，是达文西的作品。以圣母为中心，再跟旁边的人物交流，是充满安定感的三角形构图。这幅是圣母子与圣安妮，描绘圣安妮、圣母玛利亚跟刚出生的耶稣。接着来到罗浮宫的镇馆三宝之3，蒙娜丽莎的微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油画作品，也是达文西的代表作之一。一旁也有说明，在讲解这幅作品。在蒙娜丽莎的正对面是加纳的婚礼，是罗浮宫最大的一幅油画，也是必看的经典作品。这幅是拿破仑加冕，途中高举皇冠的这个就是拿破仑，前面跪在地上的这个就是皇后约瑟芬。这一幅画是萨宾妇女，内容是在表现罗马建国初期强掳宾萨妇女在罗马城的一片混乱当中构图的留白，展现出了妇女的勇气跟魄力。梅杜萨之筏主题是1816年法国海军杜萨号发生船难，画面呈现很阴暗，表现出了那种很绝望的感觉。自由领导人民也是一幅蛮知名的画作，画的是法国人反抗波旁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中间高举法国国旗的女性就是自由女神，场景也是在巴黎，后面还可以看到巴黎圣母院。这座雕像是普西莎与爱神，主角就是普西莎跟丘比特，他们有过一段充满嫉妒跟爱的神话故事，最后一起回到山上生活。这边参观完这几个比较重要的作品之后，我们就要前往下一站疯马秀。疯马秀跟丽都秀、红磨坊并称为法国巴黎3大秀。如果你想要体验法国夜生活，你就可以安排去观看这几个表演。
疯马秀至今已经有超过70年的历史，它的特色是将女性裸体、灯光、布景还有歌舞结合，声光效果跟视觉张力十足，表演煽情但不色情，在巴黎上流社会间是很热门的。在表演的过程当中，都是不可以录影或是拍照的。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凡尔赛宫。它距离巴黎市区就有一段距离，最方便的话就是搭乘火车 RERC 线到最后一站，车程大约30到45分钟。凡尔赛宫它是1682年到1789年法国的王宫跟政治中心，建筑是左右对称的，内部是巴洛克加上一点点洛可可风格。首先来到的是海克力斯厅，它是作为国王节俭厅。另外，在天花板有绘制海克力斯受众神祝福、进阶神格的画作，总共画了142位的神话人物，超级壮观。接着来到皇家礼拜堂，一进去就会看到超级气派又金碧辉煌的装潢。礼拜堂分成上下2层，上层是法国皇室专用，下层则是人民跟官员使用。路易15、查理14等等的都有在这边举行过婚礼。这里是维纳斯厅，在路易14的时代，这边就有放撞球桌跟一整套的纯银家具，但后来都熔掉做成银币，用来支出了。这是戴安娜厅，又叫做月神厅，是大套间的主要入口。凡尔赛花园占地面积有100公顷，花园里面就有1400个喷泉，还有快2公里长的人工运河。放眼望去，真的超级壮观，游客都会变得超级小。回到室内，就是马尔斯厅，是国王召开宫廷音乐演奏会，或是举办一些赌博牌会的地方。天花板的油画是战神驾驶狼御战车。这边是阿波罗厅，这边原本设计的是要当做国王的正寝，跟王后卧室的布置是对称的。天花板上有满满的镀金浮雕，墙壁是红色金边的天鹅绒，后来被当成国王的御座厅，中间的御座是纯银铸造的。接着来到凡尔赛宫，是最有名的镜厅，天花板一样非常的华丽且丰富，墙上有一面路易14的浮雕。往前走就会到了镜厅最经典的走廊。厅内有一面是整排总共有17个面向花园的玻璃窗，对面则是对称的布置，是用了400多块镜子组合的一个17面巨大镜窗，总共34面，也宣示了路易14在统治的34年期间，让法国有巨大经济成就的政绩。前面这边来到的是国王的寝室。天花板上有法兰西守护国王安睡的巨大浮雕，寝室里面有金红织棉大床，还有绣花天棚，用镀金的护栏围起来。当时也会在这边举行起床礼、早朝觐跟问安仪式，是凡尔赛宫的中心地点。凡尔赛宫的占地真的相当广大，光是建筑本身就有半公里长。内部还有超级多精致的细节，一天的时间也没办法逛完。建议大家可以搭配巴黎市区安排行程，留一个3到5个小时在这边参观。最后离开前，这边也有礼品店，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纪念品带回家。出来到外面，还是觉得凡尔赛宫超级壮观，完全无法想象当时的国力有多强大。结束法国之旅就要回到机场准备回家。如果你有购物满100欧元，就可以跟店员说你要退税，记得留好退税单，回到机场的时候再办理退税。跟着这个指标可以找到退税机台，扫描退税单进去，可以选择你要退现金还是信用卡。现金的话，你可以马上直接到柜台领取，但手续费就比较高。如果是信用卡的话，需要把办理好的退税单放入信封寄出，大约要等4到6周才会收到款项。记得要在操作完退税之后再去托运行李。以上法国巴黎的景点都介绍完毕啦，
你最想要去哪一个景点呢？欢迎留言分享。最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